岁了，结婚了，还能移民加拿大吗？我40岁了，单身，还能移民加拿大吗？我45岁了，英语不好，还能移民加拿大吗？Hello，欢迎回到静香的频道。如果你的年龄在30到45岁之间，想搬到加拿大，那么这个视频适合你，所以请看到视频结束哦。如果你是第一次在我的频道观看视频，那么你应该考虑订阅哦，因为我制作了很多有关加拿大移民方法和移民心得的视频。想第一时间得到最新消息，就请关注静香的频道吧。如果你对这个视频感兴趣，那么你应该是30岁以上的青年壮年人士了。你可能在30岁到45岁之间，或者你是在为你的朋友或家人观看。你可能已经知道，加拿大移民目前最流行的项目就是几年前启动的快速通道 Express Entry 项目，简称 EE。在这个项目推出之前呢，移民加拿大是挺容易的，因为之前要么是基于先到先得，要么是基于抽签系统，并没有打分系统。所以即使是35岁以上，与现在相比，移民到加拿大也非常容易。如果你已经30多岁了，可以移民到加拿大吗？答案是的，可以。但是如果与20多岁的想移民的人相比，难度会稍微多了那么一点。但是你也可以考虑我将要说的这7个选择。让我们进入正题吧。第一个选择 PNP 省提名计划。省提名计划目前是你的首选。加拿大的大部分省份和地区都有省提名项目，这个项目将规划每年通过快速移民系统获得永久居住权移民的数量。如果是20出头的申请人，提交了在加拿大的毕业证明，考了雅思，快速通道综合排名系统，也就是 CLS 的分数很容易达到470、475分。但如果你快40岁了，也就是38、39岁，你在年龄上不会获得很多分数。如果你在加拿大没有上过大学，大概总分只有300左右吧。但如果你走的是 PNP 项目，你会获得600的额外加分。在没有身份的情况下，也就是没有拿到枫叶卡的情况下，你很难找到工作，很难拿到工作 offer。但除了拥有加拿大工作机会的候选人的快速通道 PNP， 还有一种是不需要你获得工作机会，也就是不需要你持有工作 offer 的快速通道 PNP 项目。在萨省、新斯科省、曼省这些省份都有。所以如果你的 CLS 分数比较低，但你符合这些 PNP 项目的条件，并且愿意去到这些省工作，你就可以通过 PNP 项目来移民。有一点你要知道啊，在你拿到枫叶卡前呢，你不能转到其他省份。但是拿到枫叶卡之后呢，如果你找不到工作或者不喜欢那个省份，你就想搬哪儿就搬哪儿去喽。反正加拿大没有户口制度。第二个选择，找到一个工作。如果一个加拿大公司无法在本地找到员工，开始在其他国家找合适的员工，比如中国、美国。如果你住在中国，恰好符合职位条件，那么雇主可以向你提供 Open Work Permit 或者是 Closed Work Permit， 这样你就可以在加拿大合法工作了。在你工作之后呢，你可以得到加拿大的工作经验，然后就可以申请移民了。但是看起来很容易，其实很难，因为加拿大的雇主肯定会优先在加拿大本地找员工，本地人才也很多，一个好的工作机会也有成百上千人投简历应聘，有几个会费那劲儿，非得在国外找一个雇员啊。所以除非雇主向政府提供文件，证明他们在加拿大找不到这类人才，而你又是一个完全具备这个职位所需要的技能的人才，他们必须雇佣你。你拿到工签后，在加拿大工作几年，就可以用你的加拿大工作经验申请移民了，这会给你加很多分，这是你的第二个选择。有一些粉丝加我微信时直接问我，你能帮我拿到雇主的工签吗？你都不告诉我你有什么专长和技能，我怎么给你回复啊？所以你需要根据自身的条件，分析一下哪个移民方法最适合你，而不是想当然的觉得哪个简单哪个方便就奔着哪个去，对吗？第三个选择，申请学习签证来加拿大读书。这个选择看起来比前2个简单，但是花费比较多。
就是拿学习签证过来上学。即使你40岁了，也是有机会可以拿学签的，申请2年或者3年制的 diploma， 毕业后拿到毕业工签就可以在加拿大找工作了，然后申请移民。关于毕业工签是什么，请参考我这个视频链接放在描述栏里啦。关于留学这条路呢，你和10几岁、20几岁的人所考虑的规划还是有区别的，因为你要知道你的最终目的是移民，那么什么专业、什么工作可以更加顺利地帮助你移民呢？哪个行业会让你缩短你的时间申请呢？毕竟30几岁的你可能已经成家了，你要考虑的不仅仅是你自己，还有家人的生活，甚至孩子的学业，所以请提前规划好，别只想着申请个学签来加拿大随便读一读，你更要考虑你毕业后到底要做什么，才能给你和你的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。加拿大虽然没有年龄歧视，但是我们也都知道，在很多雇主眼里，年轻人可能工作起来更有激情，学新知识呢也会更快，没有养成职场中的不好的习惯。所以如果你做好了学习新知识、新技能的准备，并且可以接受更改自己的原工作领域，那么在加拿大学习一段时间，从头开始，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你可以加我描述栏里的微信，我会让顾问告诉你哪些专业、哪个学校适合你未来的就业和移民。再提醒一遍，这个选择你的金钱成本会比较高，不像快速通道提供一个资金证明，你花几千加币就可以申请移民了。国际留学生的学费很高，是本地学生的3倍，你要准备足够你未来读书的这几年的学费和生活费。第4个选择就是企业主工签项目，这个项目比第3个选择更贵，你可以在加拿大购买一家企业经营2年，比如你购买一个餐饮加盟店经营2年，你就可以申请 Owner Operator LMIA 项目，获得50或200分的加分，通过企业主工签移民。如果你的 CRS 本来就有300分了，加上200分的加分， CRS 就是500分了，所以这会加大你通过快速移民通道的移民几率，这也是一个选择，但前提是你有足够资金。这个项目呢，我也在这个视频里讲过，感兴趣的呢可以去看一看，视频链接放在描述栏里啦。第5个选择，企业家项目，这个计划是针对于安大略省、BC 省等省份的，在这几个省份呢，你可以开创一个公司，并且必须进行大量投资。所以对于第4种和第5种选择，你可能需要花费25万加币甚至更多。如果你具备管理能力，并且有一些钱，而且有很想移民加拿大的意愿，那么如果你已经超过35或者40岁了，这也是一个选择。第6个选择呢，就是自雇移民项目，这个选择呢会稍微容易一些，但是符合资格的人呢很少，就是联邦自雇移民项目。这个项目呢是针对于文化界或者体育界的人士。给你举个例子啊，比如你在你的原居地呢是个歌手，你有自己的公司，你的职业背景呢就符合了。但是呢，也不是说只有很出名的歌手、明星和体育选手才能申请，只要你在文化、艺术和体育界有2年以上的自雇经验，并且自己呢有一定专长，就可以申请了。这个项目的优势呢是没有资产要求，满足大概3万加币左右的登陆加拿大的安家费用就可以了，而且审批速度快。大概2年时间就可以让全家拿到枫叶卡，并且花费少，适合文化界和体育界人士，英语程度不高，想直接选择宜居城市，孩子快到20岁的人士。第7个选择是学习法语，如果你可以证明自己的法语能力，你将可以获得 CRS 额外的加分，也会让你符合一些省提名计划的条件。有些人们移民加拿大呢，会从0开始学习半年到1年的法语。如果你想移居魁北克省呢，魁北克省的法语的地位可是要比英语的地位要高的啊。雇主呢也会倾向于会法语的人，而且加拿大很多政府工作的职位也是需要你懂英语和法语2种语言的。虽然学习法语很难，但如果你的学历、年龄、工作经验加起来 CRS 分数仍然很低，不够470，你也没有太多钱投资，那么这也是一种选择了。其实还有一个选择，就是通过结婚来移民，就是配偶担保移民项目。现在人们呢越来越独立了，30岁以上还单身的应该有不少人。以后我会单独出一个视频讲这个项目。通过这个项目移民的前提呢，是你得单身啊，而且2人是真爱，因为你要提供很多你们恋爱的证据，向移民官证明你们是彼此真心相爱的，想在一起，而不是假结婚的利益关系。想想挺生气的，在我移民后
还有人问我要不要做假结婚，说我担保一个人可以给我4万加币，也就是20万人民币。我当时看着很缺钱吗？这样的朋友啊，就送他2字：1刀2断。希望以上信息呢，可以对仍然走在移民之路上的你有所帮助。如果你也有留学或者移民的意愿，并且想马上开始准备，你也可以加我描述栏里的微信。我们的加拿大本地持牌移民顾问呢，会给你提供最适合你留学移民的靠谱方案，并且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呢，也会同时给你提供来到这里的职业规划。岁月静好，环看静香，我是静香，愿您分享北美移民生活心得和实用信息。希望以上视频可以帮到您。喜欢我的视频呢，就请一键3连，帮我点赞、订阅并打开通知小铃铛吧。我在北美大陆等你哦，我们下期见啦，拜拜。